大家好，这次要来介绍专业乳胶面具的翻模过程。你要是还没看过 Part 1，就来看这个 Part 2的话，记得先去看 Part 1哦。要是你看完了 Part 1还要继续看的话，那真是太好了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，我们要把这样的雕刻变成最后的成品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翻模了。一旦模具完成后，就可以翻制出许多的成品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要使用到的一些工具，有一些刮刀、海绵、笔刷，用来切图用的板子、铁丝工具，还有翻模蜡、石膏绷带跟保鲜膜。首先，我们要翻模前，由于我这个雕刻是做在一个假人头上面，这个假人头的材料是石膏，跟我们之后模具的材料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先在表面涂上翻模蜡。你也可以使用汽车蜡或是凡士林，效果是一样的。我们的目的是制造一层薄膜，让相同的材料不会粘在一起，也就是所谓的离型剂。接下来我要介绍这个切图板的用法。我们把水性土放在上面，再用铁丝工具画过去的话，就可以切成一样厚度的土块了。没有这个也没关系，这只是方便我们等一下做土墙的时候更容易使用而已。顺便展示一下我的专业度，嘿嘿。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我快速的把脖子下面填起来，因为它很胖啊，不是，这是为了防止卡模。要是没有使用假人头的话，自然就不用这个步骤。完成后就开始土墙的部分，也就是所谓的分模线。为什么要分模线？面对这样 3D 立体的造型，要是我们只做成一个模具，由于下面的开口很小，那里面的雕刻就会拿不出来，就跟弹珠汽水的弹珠是一样的。也就是所谓的卡模，所以我们需要把模具制作成2块，这样才可以打开，把雕刻拿出来。那为了做出2个模具，我先用土来制造一个分模线，让我可以先制作一半的模具，把土墙移除后，再制作另一半。那另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，通常分模线都会在整个雕刻最突出的部分，来防止卡模。例如这边长了一个角，造型非常的突出。要是分模的位置不是在最高点，那打开的时候就会有一部分的雕刻被埋在里面。这也是一种卡模的情况，所以要在最高的位置分模，这样才不会出问题。关于卡模的部分，以后有机会再多做详细的介绍。回来土墙的部分，你可以看到就像是放了一个板子从中间切过去一样，把土墙连接好。不稳的部分，我们可以用点土在后面做补强。大致的形状出来后，这边教一个小技巧。现在这个土墙还是很脆弱，一碰就会倒掉。由于我想先做背面，所以我就在正面的地方铺上保鲜膜，稍微保护我们的雕刻，然后直接用石膏绷带贴在土墙后面，像个 L 型的斜针卡在原本的雕刻上。这里的石膏绷带就是大家骨折时会用到的哦。这样等石膏绷带干了之后，就会变成这个土墙的支撑。要是没有石膏绷带，可以直接用更多的土堆在后面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就可以用刮刀把土墙与雕刻中间的缝隙安心的填补起来，不用担心土墙会倒塌。要小心做这个步骤的时候，不要伤到雕刻。在大致平整后，可以用海绵沾水做个抚平的动作。再把外面边缘切成干净的形状，那这个土墙的高度最后就会变成我们模具的厚度。通常我们在做石膏模的时候，建议是3公分左右的厚度。你可以看到这个土墙的边缘最好是跟你的雕刻呈现90度角的状态。回到我们的剖面图，放大来看，土墙要是不是90度角，而是倾斜的状态，那你做完的模具边缘就会变成一个尖角。打开之后，尖的那边会相对的比较脆弱，容易断裂。所以尽量做成90度角。在土墙都很平整后，我们要做 key， 也就是所谓的卡榫。2个平面放在一起，你会不知道怎么对齐，所以我们制造一个凹凸的结构，来让2个模具对齐。这边我使用梯形的形状来做，
每个模具至少要有3个卡榫来确保卡榫能正确的发挥作用。这方面我以后再多做详细的介绍。完成后就要开始翻模啦。除了石膏之外，我通常会使用这种金属片，在陶土的工具组里面通常都会有，还有水、麻布跟海绵。麻布是用来补强结构的，要有一定的量哦。首先准备我们的石膏，理论上石膏混合的比例约莫1:1，但这边来示范一个很实用的混石膏方式。在盆里装一点水，记得不要超过盆子的一半，因为加入石膏粉后体积会增加，一不小心就会满出来。平均的把石膏粉撒在水上，你会看到石膏粉慢慢的沉入底下，一直加到石膏不再往下沉，表面看起来有点皲裂的样子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用手搅拌均匀，质地会有点像浓汤，这样就刚刚好。那就准备要上石膏了。我这边做比较进阶一点的做法，也就是我的雕刻是直立的状态。初学的话，建议把雕刻平躺着，当然也要保护好雕刻哦。等一下另一半我会倒下来做，你就知道我的意思了。首先用刷子在表面涂上薄薄的一层，用刷子这个方法可以有效率的减少气泡的产生。慢慢加厚一点，厚度大概在 0.5 公分，在看不到原本雕刻的颜色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要等这层先硬化一点，因为没有人喜欢软的啊，不是之后我们在做后面步骤的时候，才不会不小心伤到里面的雕刻。当硬化到要用指甲有点用力才刮得出痕迹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做下一层，一样混合新的石膏，在表面先涂上一层，让表面湿润。接下来就用麻布沾的石膏贴在表面上，要确保跟第一层贴合，完整的覆盖到表面。通常至少做个2到3层。麻布的功用是补强石膏的结构，石膏本身算是偏软的材质，虽然有硬度，但还是偏软。当用力碰撞时就容易碎裂，所以加上麻布可以增强石膏的强度。石膏不用一次调太多，要是不够再去调新的就可以了。第2层的麻布做完后，我们要来做最后一层，也就是增加厚度跟美化外观的一层。我会稍微把石膏调得更浓一点，有点像是冰沙或是冰淇淋的程度，方便我做之后的塑形。先均匀的涂在表面，然后用金属片去刮表面来塑形。一边在做的时候，石膏也会慢慢的硬化，把表面弄漂亮平整后就可以停手了。要是时间不够，可以混合新的石膏再次涂上去，但小心不要让整个模具变成太厚，5公分以内都是可以接受的，模具越厚就会越重，所以大家自行斟酌。在大概过了1个小时，确认石膏硬化后，可能还有点温温的，就可以做另外一边了。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把整个雕刻倒下来了，初学这样可能比较容易，小心地移除上面的石膏绷带、保鲜膜跟土墙。边缘你会看到有些凸起的部分，用凿子和铁锤稍微修平即可。再来用水跟海绵清洁一下，绝对不能有任何土墙的碎屑残留哦。然后在模具上涂上蜡或凡士林，以免我们做的另一边跟原本的粘合在一起。我这边把土切成长条状，放在做好的模具边缘。这个看起来很像卡榫的东西，是之后开模用的凹槽，看下去就知道了。等准备完成后，就开始做石膏吧。重复刚刚的步骤，把另一半做完就可以了。等待完全硬化后，就准备开模。没有完全硬化的石膏，在开模时会容易碎掉，可以先用铁锤轻轻的敲打分模线的位置，因为有时会有石膏流到外面，会有点粘住，
所以轻轻的敲打，把这些小小的覆盖物敲掉。接着使用坚固的螺丝起子或是凿子插入我们刚刚放的土块的位置。这个土块就是为了制造这个空间，让工具可以插进去，方便我们撬开模具。慢慢的施力，你会看到分模线的位置慢慢的打开。分足够开后就可以拿起来了。当然这个过程需要的力量有点大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肌肉如此发达。要是一个人开不了的话，记得找人帮忙哦。另一边会很难开，需要比较大的力道。你可以看到我在地面上的丑态，因为真的不太好开。模具打开后，里面的雕刻就毁了，再把剩余的土清除掉就可以了。记得使用木质的工具，不要用金属的，否则金属的工具会在模具表面刮出痕迹。表面剩下一点点土块时，可以使用香蕉水，用刷子刷干净。因为香蕉水可以融化油土，基本上跟洗碗没什么两样，洗干净就行。但香蕉水是挥发性的液体，使用时请注意安全，在通风良好的地方做，并且戴上防毒面罩会比较好。要是没有的话，也可以用酒精来做这个步骤。清理完毕后，模具就完成了。记得没在使用的时候把模具合起来，并用束带绑好，以免损坏。真的是很长的影片啊，好多的资讯要消化跟吸收，但实际操作是最好的方式。一旦模具做出来，就等着你做出复制人大军。大家要是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帮我按个 like 跟订阅。我们下次见。